如果说你经常看我视频的话，你会发现啊，我基本上没有讲过任何关于虚拟货币的事情。其实对于虚拟货币啊，我是2011年的时候我就知道比特币了啊。到后面的话，这个比特币啊，泡沫特别大，所以说呢，我当时呢在超越黄金1盎司价格的时候出完了。啊，那个时候呢，其实监管也不严啊，都随便可以出货。那个时候诈骗现象也不像现在这么严重，这种黑金啊，当时这种也是很少啊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那今天讲一下，就是一个人吧，就前段时间嘛，我不是讲这种银行卡事情嘛，因为我自己办了2张银行卡啊，渣打的跟恒生的我都有啊。那作为这种本身的客户的话，你银行客户邀请银行的朋友客户，你自己本身可以获得一些奖励。那刚好这个客户经理呢，我也加上了。那这样的情况呢，也有人就来问了啊，我问他，你说你办哪种卡啊？他说能出金的、完币的，那我直接就拒绝了啊，都不能。其实如果说我假装不知道，我也可以邀请他。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如果说你用银行卡去完币出金，好像大家都知道，香港那边好像有牌照啊，虚拟货币、加密货币兑换牌照是吧？但是那个条件是针对香港居民的，理论上来说的话，你是不能参与的。那所以说呢，你用银行卡账户去搞这种事情的话，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，我不建议各位去这样做。甚至前段时间我发现一个客户经理，他找了一个人啊，那个人就是玩币圈的，他心里都很担心啊。好，今天呢介绍一款工具啊，其实这款工具最大的优点就是说呢，你可以避开银行被冻结这种风险啊，主要是冻卡3个字。我发现网上说实话也有很多人分享这种内容啊，不冻卡，我收藏了啊，但是呢我没仔细看，我看了好像挺复杂的，非常复杂。从这个交易所啊，交易所我都不敢去注册，明白吗？因为交易所这3大交易所啊，基本上也就是3大了。其实我更希望呢，去找一个不是说 OTC 这样去交易啊。如果说直接有这种类似于这种机构的，我跟机构交易啊，那机构对这种反洗钱能力是特别强的，对吧？那这边呢介绍一款工具啊，叫 BRPay 啊。这款工具呢，说实话，其实呢，我在前几年我就知道了啊。这款工具呢，我一直没用啊。我觉得这款工具当时觉得是有风险，我还好，有些粉丝朋友他们也在用，跟我说没问题的啊。因为我本人啊，对这种虚拟货币还是比较谨慎的状态啊。那这边呢，我发现老外也在用啊，老外呢不叫 BRPay，叫白雅 Pay 啊。这边呢，我们可以切换成英文都可以啊。首先呢，这款软件呢到底是干嘛的呢？啊，这款软件说实话，它其实有点类似于是一个站式的钱包啊。怎么叫一站式呢？你既可以存储你的虚拟货币啊，比如说 USDT 这类的，当然 USDT 比较稳定币嘛。那另外你也可以 USDT 兑换成美元啊，或者说别的法币。那只要兑换成美元的话，基本上你兑换什么货币都可以了，这道理是一样的。那然后是汇款功能，那你兑换完之后汇款功能，曾经我也介绍过啊。那 USDT 如果说你想变现的话，我曾经说过就是用虚拟卡的方法啊。其实你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你就不用走虚拟卡方法，因为虚拟卡方法的话，你最后这虚拟卡你还得花钱花掉它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的你直接到银行卡储蓄账户了，你不用再花了。那虚拟卡的话，手续费的是有点手续费的吧。另外这个还有投资价值，比如说它里面的话，它可以做美股跟港股投资啊。之前呢，我看过他们家牌照。我发现这牌照好像不是特别齐全啊。其实呢，我今天问了一下啊，他们说实话，他们也承认了啊，就说他们是一个经纪人牌照。其实有一些券商，我知道有些券商，我也不说出来啊。那些券商的话，他们其实走的底层啊，也是走的盈透啊，走的老虎证券啊。那这家券商的话，BRPay 它走的券商呢，港股是走的是老虎证券，美股是走的盈透证券，甚至连收费的佣金价格都是一样的，明白吗？等于说你在 BRPay 开户的话，相当于你在老虎证券跟盈透证券开户了。好，整个界面的话比较简单啊，它这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功能，就是理财功能啊，7.2%。等一下我会给大家介绍演示一下。我也很好奇它为什么能做到年利率7.2%。好，下面呢是2个功能，一个钱包，一个投资，刚才说过了啊，甚至他们美股啊、港股啊、期权也要上来了啊，还有现货啊，甚至它的美股里面是可以做融资交易的。等于说吧，一站式嘛啊，从虚拟货币、法币啊、汇款，甚至投资啊，基本上都是可以涵盖了。这边呢，你可以比如说 USDT 兑换 USD， 你可以1:1的兑换，而且完全没有手续费啊，你不用再去找优商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优商在这个好像做这个生意特别赚钱，我感觉啊，在网上发啊，抖音上也有出现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胆子这么大，不怕被没收嘛？
好，这币种啊，支持币种我要说一个啊，这边很多，但是唯独是不支持人民币的啊。如果说你有香港的银行卡啊，非常不错啊。那这种支持国内的银行卡是不支持的啊，这边要说清楚。好，即将支持 Visa 实体卡啊，这个的可能是 B 加配会推出一张卡片。我也知道类似的一个机构啊，名字不说了啊，他们家就有实体卡啊。现在很多这种类似于做虚拟卡啊，做这种钱包的啊，都有这种实体卡推出。那如果说未来的实体卡的话，你可以在内的中国银行 ATM 机直接取款啊。好，下面的本地货币转账，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啊。探索实现信用卡等等更多方式买卖数字货币啊。这个都是未来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这个呢是为用户提供银行账户，我感觉他们未来可能像这个 YS 一样啊，这个会提供这种银行账户。那说实话，这个券商支持出入金啊，不用办理额外账户啊，这个本身就不用额外办理这个银行账户啊。如果说你有香港银行卡的话，完全可以。为什么中国银行卡是不支持呢？是以前说实话还有漏洞可以支持交过去啊，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资本开放项目，所以说是不支持。好，下面说一下 APP 啊，这个 APP 的话，你下载的时候要注意啊，你要么港区，要么美区啊，可以下载。那国区的是 iOS 里面，至少我是知道是不存在的啊。好，首先的话，我现在打开我自己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， 我这边用的是美区啊。如果说你没有美区的话，你可以用日区啊、港区啊，只要它在法币支持的那些币种里面的话，都是可以啊有这种区的。这边的话，你搜索 B 加配，就出来这个 B 加 Global 点进来之后呢，可以下载安装，点这个打开啊。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啊，直接验证面容是吧？注册时候呢，手机号码的话，比如说我可以用这个美国手机号码也是没问题的啊。你地人啊用美国手机号码完全没问题啊。这边的话，我有 USDT 是有90啊，我这边可以切换啊，直接可以看到他们给我的汇率是多少钱啊。那 USDT 在里面的话是1:1兑换的啊，1:1兑换。下面的话说呢，这边有个公告啊，比如说你公告看一下这个，不要上当受骗啊，这些东西有些人会冒充低价配。那另外理财年化收益可达7.2%，很多人会纳闷啊，换了我也会纳闷啊。你点活期看一下啊，它理财期限是活期的，你可以随时赎回啊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利息的话，第2天才到啊。那还有的说呢，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？是因为它的投资方向是欧跟美元之间的差价套利，有点类似于忧商的概念啊。那当然的话，你也可以换成美元啊，叫鱼币宝啊，对，反正就跟美元相关啊就可以啊。下面呢是这身份证，你可以通过身份证或者护照啊都可以啊，就可以认证。那认证之后，你可以交易什么东西呢？你就可以参与美股交易、港股交易都可以，包括里面的一些所有权限嘛都开通了啊，你不用像平常那样去开个美股、开个港股啊，分别开啊，这个不会啊。下面呢是一个闪兑什么意思呢？就不用去找别人，比如说你有 U 吧，你不用找别人去卖了啊，你这边直接可以去兑换啊，比如说哪怕我兑换成这个美元啊，就是1:1兑换啊，完全没有手续费是吧？那如果说你换成别的币种的话，比如说换成狗狗币啊。那他给我这589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比较好的汇率啊？那肯定他赚点钱啊。那即使说他 U 换成美元的啊，这个的他怎么赚钱呢？他是通过你如果说汇款的时候，它会产生手续费啊，在里面兑换的话，它是不会产生手续费的啊。上面呢这边有一些订单明细啊，右上角啊还可以充币啊。下面的行情里面的话，我这边特地测试一下的，比特币 ETF 有一些券商是不支持的啊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？那它这边是支持比特币 ETF 的，那么点第一个，我点第一个，那我是里面没有，是有 U 是吧？边输入1，这边的话会产生融资利率，这边有显示融资率8点几啊。那这个的话，它反正里面收费的话，基本上是跟这个银行是一样的啊。走的银透，港股走的，说实话是老虎证券。那如果说我建议各位，如果说存钱感觉不放心，我建议你还不如买股票。下面的话就是总揽资金的话，这边有这个数字货币和法币是吧？这边的话就是唯一就不支持人民币，这边要提醒各位，那还得有一个海外银行账户方便一点。那这边的话还有股票，这个的话也是可以使用的，默认是开通这个融资利率的啊。那还有现货登录这个链上充币，这边银行充值是吧？那么就这边转出是吧？国际汇款。那么买卖币对吧？这边也可以。还有的话就是银行账户问题，这个最重要。银行账户问题的话，我建议真的是可以开一个香港银行账户，比较简单一点。那要去用银行账户去做交易。你可以在这边做交易，在 B 加配里面做交易，而不是去做用银行账户去收钱付钱啊，不要这样操作啊。这边添加账户啊，你可以添加一下，那个人机构都有啊。机构的话就是这种公司，那加离岸账户，所谓的离岸账户就是说这个人不在那个地方就叫离岸
明白吗？持有人姓名这个要填写英文，一般来说的话，名字放前面，姓放后面，这样的话填写英文。这个英文的话，在香港的话是有支持挺多的，你可以随便，如果说你不懂的话，可以问一下银行客服，对吧？简单来说就是这么点东西啊。当然的话，这边的话，它完全是有这种相关的合作汇款机构的。大家也知道，前段时间的话，新加坡打击这种洗钱特别多，而且币亚配这公司，它其实是在香港人投资的，在新加坡的一家公司，它还能活下来的话，应该还算不错。先给大家简单介绍到这里吧。